我怀孕8个月时，丈夫布兰登在一家夜总会预约了8位脱衣舞娘。他的女助理蒂芙尼坐在他腿上，带着嘲讽的笑容看着我。布兰登，你老婆简直像条搁浅的鲸鱼。挤进门的时候，怕是把门框都撑坏了吧？他的员工们纷纷附和，跟着起哄。不能因为怀孕就变成个臃肿的气球，还不让我们寻开心啊！再说了，布兰登先生刚签下数百万美元的大单子，你一个区区家庭主妇，凭什么对他指手画脚？我怒视着他们一张张嗤笑的脸，掏出手机给父亲打了电话，和布兰登公司的合作可以取消了。布兰登根本不知道，他那笔数百万美元的单子是父亲看在我面子上给他的私人关照。电话挂断，包间里爆发出一阵哄笑。布兰登，他这架势搞得好像布兰登公司是他在管似的。塞雷娜是不是肥皂剧看多了？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物啊？谁不知道塞雷娜怀孕后就靠布兰登养活？我打赌她身上连1000块钱都没有，还在这装模作样说能取消你那1000万美元的单子。布兰登毫不掩饰的厌恶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反感。塞雷娜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就是个买 groceries 都要靠我给钱的家庭主妇，还敢在我面前演戏？助理蒂芙尼娇媚地靠在布兰登身上，用充满鄙夷的眼神打量着我。塞雷娜，你身子肿成这样，活像具泡胀的尸体。布兰登先生都不嫌弃，还照样照顾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？我低头看着自己因怀孕而肿胀的身体，一阵屈辱感涌上心头。我和布兰登是大学恋人，他追了我整整3年。他的真诚深深打动了我，我甚至为了和他在一起，与家人断绝了关系。结婚后，我全身心支持他创业。为了帮他谈成生意，我在商务饭局上无数次喝到胃出血。公司稳定后，布兰登渐渐把我边缘化，说家里更需要我。我毫无怨言，心甘情愿地做起了他成功背后的女人。怀孕后，我孕吐反应严重，只能靠输液维持体力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却是如此残酷的背叛。我走过去，从桌上拿起一个酒杯，径直泼在了蒂芙尼头上。啊！蒂芙尼立刻尖叫起来，从布兰登腿上跳了下去。布兰登脸色一沉，紧紧抓住我的胳膊。塞雷娜，你疯了吗？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只是帮他醒酒，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而已。蒂芙尼赶紧擦干身上的酒，然后委屈地扑进布兰登怀里，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布兰登先生，我都是为了你啊！你看塞雷娜，身子肿得像个又大又圆的面团，根本拿不出手。我只是担心别人知道你有这样一个老婆，会让你丢脸吗？布兰登用阴森可怕的眼神盯着我，然后拿起一瓶红酒递了过来。现在就拿着这杯酒给蒂芙尼道歉，不然我就彻底断了你的生活费。你一个怀孕的女人，离开我，你觉得你能去哪儿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布兰登，双手紧紧攥成拳头。布兰登，你让我一个孕妇喝酒道歉？布兰登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。都8个月了，孩子已经发育完全，一杯酒而已，能有什么事？我接过布兰登递来的红酒瓶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冷哼一声。然后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把酒瓶狠狠砸在了他头上。砰！酒瓶应声碎裂，玻璃碎片四溅。布兰登捂着脑袋，眼睛通红地瞪着我。塞雷娜，你真的疯了！我对他嗤之以鼻。是你先疯的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。布兰登上前一步，猛地拽住我的胳膊往回拉。打了人就想走？没门！蒂芙尼赶紧冲上来。布兰登先生，塞雷娜这是公然践踏你的尊严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你以后在城里的精英圈子里还怎么立足？其他人也纷纷附和。就是，布兰登先生是什么身份？被一个女人当众砸头，多丢人啊！布兰登先生，你还是得好好管教管教你老婆。难道布兰登先生你其实怕她？
大家都带着看热闹的眼神看着布兰登，他的脸色变得更阴沉了。塞雷娜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道歉。迎着布兰登凶狠的目光，我的眼神也变得更冷。布兰登，这也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现在让我走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布兰登不屑地笑了笑。塞雷娜，你太自不量力了。你什么都靠我，是谁给你的胆子威胁我？布兰登从桌上拿起一杯红酒，凑到我嘴边。喝了它，给蒂芙尼道歉，我就当今天这事没发生过。不然等孩子生下来，没人给你的孩子签出生证明，你可别惊讶。我震惊地看着布兰登，不敢相信他竟然用我们的孩子威胁我，逼我给一个区区助理道歉。布兰登，我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啊！你竟然用我们的宝宝来威胁我！布兰登的目光落在我隆起的大肚子上，神色瞬间凝重了片刻。就在这时，蒂芙尼挽住了他的胳膊。布兰登先生，今天要是不给塞雷娜立规矩，以后她只会得寸进尺，骑到你头上。财务经理德里克搂着2个脱衣舞娘走过来。布兰登先生这么有钱，以后想要多少孩子没有？你以为一个孩子就能牵制住他？塞雷娜，你太天真了。听了他们的话，布兰登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更多的鄙夷。塞雷娜，别以为怀了孕全世界就都得围着你转。这杯酒，你今天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说完，布兰登伸手扣住我的后颈，强行把红酒往我嘴里灌。我用力咬紧牙关，可布兰登用酒杯撬开了我的嘴。深红色的酒液混合着一股金属味，涌入我的喉咙。我突然一阵恶心，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。紧接着，我听到一声轻微的噗声，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大腿流了下来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惊慌地捂住肚子。布兰登，我破水了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布兰登盯着我脚下不断扩大的水渍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好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就在布兰登伸手想要抱起我的时候，蒂芙尼上前拉住了他的胳膊。布兰登先生，塞雷娜才8个月，哪有那么容易破水的？会不会是她尿裤子了，故意装可怜博同情啊？我听说孕妇经常憋不住尿，有时候身上还会有尿味呢。听了蒂芙尼的话，周围的人都往后退了几步，捂住了鼻子。我见过好多孕妇憋不住尿，到处乱尿的，那味道简直恶心死了。塞雷娜肯定是想演戏，让布兰登先生愧疚，真是太有心机了。塞雷娜本来就够拿不出手了，现在还当众尿裤子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布兰登先生的脸往哪搁啊？布兰登听了大家的议论，脸色变得冰冷。他愤怒地甩开我的手。塞雷娜，你为了让我愧疚，竟然故意尿裤子，假装破水。你就这么不知羞耻吗？腹部的疼痛越来越剧烈，我勉强支撑着身体，每说一个字都呼吸困难。布兰登，我真的破水了，肚子里是你的孩子啊！布兰登从桌上拿起一个酒杯，愤怒地砸在我脚边，玻璃碎片溅得到处都是。别拿孩子来威胁我，你丢的人还不够多吗？有你这样尿裤子的妈妈，这孩子得多倒霉！一块玻璃碎片划伤了我的脚踝，我的心像被撕裂一样疼。知道指望布兰登没用，我掏出手机想打急救电话。可就在我举起手机的那一刻，一只手猛地把手机抢了过去。布兰登抓过我的手机，狠狠摔在地上。你演上瘾了是吧？想浪费急救资源？你觉得我布兰登因为你丢的脸还不够多吗？我看着摔得粉碎的手机，心沉入了绝望的谷底。腹部的疼痛越来越强烈，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。布兰登，我求你了，救救我们的孩子好不好？他才8个月，还没见过这个世界啊！蒂芙尼看着我，嗤笑一声。塞雷娜，你的演技不去好莱坞真是可惜了，我差点都信了。我咬紧嘴唇，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，死死地盯着蒂芙尼。蒂芙尼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说完，我甩开布兰登的手，转身就要走。可下一秒，我的去路被挡住了。蒂芙尼挽着布兰登的胳膊，站在门口，
得意地笑着看着我。塞雷娜，你就这么走出去，不是让布兰登先生彻底丢脸吗？蒂芙尼指了指我湿透的裤子，眼神里满是厌恶。我紧紧攥着拳头。你们想怎么样？蒂芙尼指了指包间里的休息室，里面有淋浴间。塞雷娜，你还是洗干净了再走吧，不然浑身带着尿味出去，只会让布兰登先生蒙羞。我看着包间里的卫生间，脸色瞬间变得冰冷。我已经破水了，现在洗澡会断送孩子最后的生机。我试图从他们身边挤过去，可布兰登猛地把我拽了回来。别装了，这事由不得你。我的后背狠狠撞在门把手上，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。紧接着，我闻到了血腥味。包间里的所有人瞬间都愣住了。他流血了。